这里是贵州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。这里雄奇秀美，易守难攻，被称为悬在绝壁上的城堡。在2015年，海龙屯曾荣获全球10大考古发现。这里甚至被称为中国的马丘比丘，在中国50多个世界遗产名录中，仅次于长城的军事遗址。今天就带大家深度游览一下这个贵州的海龙屯。海龙屯离遵义市区20公里，有公交车直达景区。对自由行游客来说，这是非常方便的。大约1个小时来到了海龙屯景区。播州土司城。这个景区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是播州土司城。这个土司城是免费游览的，尽可能的将土司城原貌展现出来。这里给游客同时提供衣食住行游购物等等，而且这里的住宿非常便宜，还包3餐。建筑也是多种多样，真的像是一个土司城，能够让游客寻找千年的播州土司王国记忆。播州在古代基本指的就是遵义这一带。历史上有个杨氏家族在播州经历了725年的统治。这个杨氏土司王朝统治时间之长，在历史上非常罕见。直到1600年，在平波之役中，这个杨氏家族和海龙屯才一同毁于战火。现在打造的这个播州土司城，尽量复原原来的样子。在进入海龙屯的收费景区之前，可以在这个播州土司城玩一玩。现在来到了海龙屯的游客中心，真正的景区就是这里。门票60，观光车票往返35。现在坐观光车，观光车的距离大概要开15分钟。很多人来贵州遵义都会慕名前往这个海龙屯，毕竟这个海龙屯是贵州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。车停在了这里的山脚，从这里往上才开始海龙屯的徒步之旅。你怎么称呼？我姓王，您叫我小王就行了。好，谢谢。因为这里的历史非常丰厚，所以特意请了个导游小王。海龙屯这里的自然风景非常的美。在右边修建铁柱关，当时在山腰处修建了飞虎关，屯顶的东侧依次修建了飞龙、朝天、飞凤，共计6道关口，也就构成了我们前山的一个纵深立体的防御体系。从这要爬山是吧？海龙屯始建于1257年，曾是一座不可撼动的堡垒。2028年的农历6月初6，攻破海龙屯，杨应龙自缢于屯顶，结束了这个家族长达725年的统治。海龙屯是一个军事堡垒，铜墙铁壁筑起来的。对，它和这个相距北角200米的铁柱关互称犄角。它的门营是木质结构的，已经毁于战火了，在今天铜柱关这个地方是无法看到的。铜柱关现在是在这个地方，铜柱关。我们一会儿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上。下一道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铁柱关，然后再往上是36步天梯和飞虎关。屯顶东侧分别是飞龙、朝天、飞凤。这6道关口就是海龙屯前山的一个纵深立体的防御体系。前山走完就会进入我们的中部主体区，就进入山顶。当时山顶的话，主要是2个大的一个遗址，一个是新王宫，一个是老王宫。这个是当时是土司处理重物，包括这个生活休闲的一个区域。这个区域走完就会进入我们的后山，西部瓮城区。当年的后山有3道关隘，公安关、2道关和头道关分布于后山，形成了整个后山的一个防御。今天的话，我们的路线就是从铜柱关一直往上，走到头道关，然后下山是原路返回。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
青石结构的一个城墙的主体。这个都是原来保留的吧？对，原貌。这条河叫白沙河。白沙河。对，它的发源地是遵义市大板水原始森林公园。在我们刚才下车的那个地方，还有另外一条小河叫腰带沿河。海龙屯堡在山上，山的垂直高度大概400米。这一条的参观路线大概要走4小时。600年的城墙。通往海龙屯只有唯一的登山古道。走累了可以看看花儿，赏赏景。这个其他人员进出海龙屯的话，他都是走这条路上下海龙屯。都是这个。它的这个修建方法是很有特点的，是在我们左侧的这个山体的基岩之上，凿成台阶的，而且每一级台阶的高度是比较高的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足基高0.6米，它的步跨有1.2米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坡度，都是依山势而建。这条古道的名字叫松原坡古道，它的移长是96米。这是古城墙是吧？对，因为当时的每一道关口之间都有城墙连接，这一段的话是从我们上方的36步天梯开始修建，然后修建到下方的铁柱、铜柱。这个海龙屯堡确实是易守难攻，只有一条路，而且这条路上有6道关口。这是什么歇亭？双歇亭，单双的双。哦，双歇亭。对。这个海龙屯最早是建于1257年，当时是为了抗击蒙古军，后来不断的扩建、修护，变成了集军事防御、洋式行宫和一系列的配套建筑，是亚洲保存最完好的军事遗址。哇，这个古道主要一个台阶儿，这台阶得几十公分啊？50、60。50公分左右。36步天梯，哇！哇，36步天梯。每一级台阶的高度大约在0.5米左右，它的宽度是2.8米，步跨1.5米，是非常险要的一个关口。确实，这段是最难攻克的。当时平波之役中，就是这段攻克不了。飞龙关，飞龙关哈。这个平波之役是大明王朝的24万军队，历时114天才攻破了这个土司政权的军事堡垒。它的右边就是我们的杀人沟悬崖，左边是很高的宝坎，也是很险要的一道关口。这条路走起来确实非常累。平波之役之后，也结束了杨氏家族在播州725年的统治。这里都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风霜，仿佛穿越了时空。这些城墙、关口、敌楼和石砌建筑都保留着原始的形态。这里是飞龙关。继续往前，前面还有2道关口。这个叫朝天关吗？对，朝天关，它是海龙屯前山的第5道关口，也是目前整个海龙屯相对来说保存最完好的一道关口了。这个海龙屯城堡算是中世纪的古城堡，从建造时期来看，比秘鲁的马丘比丘还要早200年。这上面是飞凤关是吧？飞凤关也叫五凤楼，它是配合这道朝天关使用的。现在走完了前山的6个关口，再往前走就是景区内的新王宫。就往这条路走吧。左边这就是城墙，前面就快到新王宫了。老王宫缺水，才搬到这儿来弄一新王宫。对，也就成为了这个杨氏末代土司它的一个
行政办公包括休闲娱乐的一个。但他不经常住这是吧？对，他不经常过来，但偶尔的话，他还会到山上，然后这个看一下管理情况啊，各方面的。这个要说上趟山真挺累的。当时的话，他是骑马，然后到了山上之后的话，通过滑竿。啊，确实是。他的这个其他人把他抬上来。这要上去是吧？对对对。这是大门是吗？刚刚那个是大门。哦，那个是大门。我们马上到仪门。啊，这是仪门。这中间是一条道哈。是一个5级踏道，上方是一个9级踏道，而且的话，当时也是一个中国古代的一种儒家这个思想的一个体现，就是新王宫的遗址，全都是有一点地基。海潮寺是吧？面对的这个是个寺庙吗？它是座寺庙。海潮寺它是修建在我们这个雅楚的一个雅楚区的大殿下，位于整个中路建筑群的东部。那么是现在叠压在这个改土归流后的这个海潮寺大殿下，它的修建时间是在1600年至03年。那么还有这个台阶连接这个仪门和这个月台。在这里修老王宫、新王宫，我想也是因为这里风景不错吧。山顶的这个新王宫建筑群有很多的建筑遗迹。海潮寺。规模还是非常大的。建筑群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正前方的是总管厅，它是位于西路建筑群的中部，那么中间设了天井，正房是面阔5间，倒装房有3间。几百年来，这里都是消失的城堡，是考古学家从土中挖出来的。对，全部都埋住了。这是厨房。对。海龙屯是2015年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，当时它以军事城堡之名申遗成功。这个遗址所体现出来的设计之精密、建筑之精致，堪与同时代的马丘比丘相媲美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这里曾荣获全球10大考古发现。也因此，很多文人学者、历史学家和摄影爱好者都喜欢来这里。海龙屯也成为了很多旅游爱好者在遵义的最佳出行目的地。等于这个都是在平波之战被毁掉的，是吧？对，在万历28年，公元1600年的时候，明王朝认定30世土司杨应龙谋反，派遣了兵部右侍郎李化龙，统帅15省，攻击24万官兵，历时114天的血战。在万历28年的农历6月初6，攻破海龙屯，杨应龙自缢于屯地，就是我们现在所来到的新王宫寝宫。那么海龙屯就留下了遍地的烧伤与裂痕，结束了杨氏家族长达725年的播州统治史。就等于战败了，在这自杀了，然后把这烧光了，是吧？对对。是通往后山的小路。参观完山顶的王宫，前面是后山的几道关口。万安关。后山有3道关口。据说当时明朝的军队从前面攻打不下来，就是从后面打上来的。你要看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关的城墙，城墙高8米多。我想很少有游客走到后山的这几个关口吧。这2道关跟这个关口之间叫越城是吧？对。海拔1332米，前面就是头道关了。然后都是土字长条，而且它的关顶建楼的这个布局。如果从前山走到后山，整个的行程真的挺累的。我想像我这么如此热爱历史和旅游的人应该也不多吧。不过海龙屯作为贵州的唯一世界遗产，这里风景也非常的美。虽然累一些，也是值得的。其实做旅游类的视频，像做这种历史人文的是非常难的。
不但耗费很大的体力和脑力，而最终的结果往往看的人也很少。所以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完播看完这个视频的网友和粉丝。明天前往安顺，开始黄果树之旅，为大家献上最美的黄果树瀑布。这里是贵州赤水丹霞的燕子岩景区，这里地势险峻，竹林浩渺，叠瀑成群，也是一个集丹霞、梭罗、森林、瀑布、流泉等美妙风光于一体的旅游景区。今天就带大家走一走这个燕子岩景区。燕子岩景区和大瀑布景区相距并不远，开车10分钟，也有公交车到达，所以建议两个景区在同一天之内游玩。公交站和停车场都在景区的门口，这边的植被也非常茂密，尤其是有非常多的竹林。这是通向景区门口的路。燕子岩也是赤水丹霞旅游区3大景区之一，3大景区套票是180元。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期一个人独享景区。进入园区，左边是徒步线路，右边是做索道的线路。从景区入口到核心区燕子岩是一条峡谷内很长的山路，我选择了做索道，从空中看一看这片美丽的竹林。这条索道线路不短，下面都是竹林。这个索道往返的价格是90元，体力好的也可以买个单程的。快到山顶了，也可以看到燕子岩瀑布了。这个角度画面非常的美。下了索道开始徒步，基本上是山顶的一个环线。一路上都是丹霞巨石，一直往瀑布的方向去。接下来不用配乐，听听大自然的声音。现在看到的是燕子飞瀑，看这个飞瀑有很多的观瀑点。5分钟就走到了燕子岩穴下面，可以先往下走一段去看瀑布。右边这个就是燕子岩穴，往下走可以走到瀑布的下面，如果是上山徒步也是从这条路上来。这个燕子飞瀑高87.3米，瀑布的形状就像一个燕子的尾巴。这里就是观瀑台的角度，瀑布高87米，现在应该还不算丰水期。这个瀑布不但形状像燕子的尾巴，半山石壁也经常有成群的燕子从瀑布中飞进飞出。现在从观瀑点上来了，这里就是燕子岩穴。这个燕子岩穴是天然形成的，燕子岩也因为这个燕子岩穴而得名。
整个岩穴是一个半圆弧形，宽80米，高42米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有一点洞穴的感觉。不过现在燕子已经不多了。沿着游览线路一直往前走，上面是一个环线，可以不走回头路。这就是大自然和瀑布的声音。往半山腰瀑布的下面走，这个燕子岩和赤水大瀑布、佛光岩3个景区组成了赤水丹霞旅游区。赤水丹霞旅游区也是遵义附近唯一的5A 级景区。沿着栈道走到了瀑布的后面。如果水量大的时候，估计要穿个雨衣在这里走了。像这种地方出镜都可以用三脚架自拍。长寿泉长寿老人不断下凉。继续往前走，可以看到有一口长寿泉。长寿老人，还真有点像。长寿泉上面的一块巨石形似一个老人，下面还有眼睛、鼻子、嘴，戴个帽子，胡子。这里的山泉都是从石缝里流出的，可以直接饮用。沿着栈道继续往上走，沿途有个小水潭，上面有一块巨石，这块巨石被命名为生命之源和生命之根。从形状和名字，大家也能够猜出意思了。右侧生命之源，左侧生命之源。从这里继续往上，还有一个瀑布。继续往前走，不走回头路。已经来到了瀑布的上一层。这个角度看到的燕子岩穴形状比较清楚。现在走到了莲台瀑布，
形似观音菩萨端坐的莲台。仔细看，瀑布后面的岩石像是一座佛像，而且很像是一个大佛抱着一个小佛。这个瀑布高42米，这个石墩子组成的桥非常的湿滑，我非常小心翼翼的才走了过来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两个瀑布竟然都没看到彩虹。再往前，穿过洞穴就是索道站了。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燕子飞瀑，高87米，非常壮观。在山顶走完一个小环线，准备做索道下山。如果体力好，也可以沿着瀑布下面的峡谷走出去，大概走1个小时。从空中再看一看这个燕子飞瀑。中人熟悉的你是我手的我不会放手，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万事就算没有爱是永远的神话，朝夕消磨始终不会真爱的相约，几番不能的纠缠，多少黑夜挣扎，紧握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。这里是贵阳的天河潭景区，这里融合了山、水、瀑布、峡谷、天坑、溶洞等多种自然奇观。这里有贵州山水浓缩盆景的美誉，一日之内便能游览各种美景和自然奇观。这里被称为黔中一绝。今天带大家深度游览一下这个天河潭。天河潭景区位于贵阳的花溪区，这里交通很方便，有公交车直达，通票80元，包含了车费、船费和各个景点的费用。如果不坐景区的交通车，不去溶洞，只看看瀑布，价格会便宜很多。天河潭是国家4A 级景区，这里打造的规模不小，这里有酒店、美食街，甚至有奥特莱斯。如果时间充裕，其实可以在这里住一晚。景区的车，先坐景区的交通车去码头，这段路没什么风景，如果走路大概20分钟。来到了码头，我选择了先坐船去溶洞。天河潭这边的湖水非常的绿，我是第一个到景区的，所以景区里还没有什么人，而且今天是个难得的晴天。小船驶向前方，前面有一个洞口，从这个洞中进入。船行两岸，风景很美。
前面一拐弯就是洞口，稍不留神就已经进入了洞中。这是天河潭的水溶洞，相当一段距离，洞口都是非常狭小的，感觉像在隧道中穿行。可以看出这一段路有人工拓宽的痕迹，洞的四壁还刻着一些图案。什么东西？船突然进入到一个庞大的洞穴中。哦，这个还挺好看的。哦。中间一段的水中溶洞，空间非常大。哇，这个好看。坐船在水中看溶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倒挂石莲花。船夫一直在介绍洞中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钟乳石。这水深30多米。哦。小三峡。哇，好闪呀！哦。小三峡。哇，漂亮！哦，终于出来了。哦，豁然开朗。在水中溶洞大概游览了10几分钟，出来了一个大洞口。船夫把我送上了岸，掉头回去。非常喜欢这块的景色，碧绿的潭水，四面都是高山，这里仿佛是一个大的天坑。到这里，游客有2种选择，去溶洞的继续参观一个大溶洞，如果不想参观溶洞的，就去看瀑布。我买的是通票，包含了这个大的溶洞。溶洞就在这个深潭中的一个大洞口。这是去大溶洞的路，抬头可以看到这个大天坑。非常漂亮，如果从空中看这个大天坑一定更美。如果这个景点是在国外，一定很多人在这里游泳。前面就是大溶洞的入口，这个溶洞叫天上人间。这是洞口，进来像是个大厅，空间非常大。这些巨大的钟乳石被打上灯光后，美轮美奂。因为今天进园时间早，所以现在只有我一个游客。这个溶洞全长大概1800多米，我准备一个人走完。这是一片瑶池，溶洞里凡是打光的位置，你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。这个洞中的道路总体比较安全，基本也不会迷路。
里面弯弯曲曲，忽上忽下。这里的钟乳石千姿百态，这个高度有20-30米了。这些钟乳石可能经过几十万年才连接在一起。有很多地方的缝隙非常窄。这又是一座天宫。很多的钟乳石都非常的漂亮和壮观。现在来到了银河宫。这个银河宫的宫殿面积非常巨大，洞中只有我一个人，非常的安静。刚刚走了1/3。贵州有很多著名的溶洞，最知名的应该算是织金洞了吧，有很多网友也推荐我去。前年我曾经去过黄果树旁的龙宫，也是一个有水洞和旱洞的地方。这个天河潭最好的地方，第一是交通非常方便，另外这里的风景可以说集大成，一天就可以看到很多风景，不愧为贵州的盆景。现在来到了大佛殿，这里比较亮堂，终于有工作人员了，他们在这里拍照。这个大佛有点像乐山大佛。已经接近出口了，最后一段路，非常蓝色梦幻。最后一个开阔的溶洞，前面终于快到出口了。从洞中出来，一下豁然开朗，听到了瀑布声音。去下面的瀑布看一看。下面是百步桥，这里一层一层的有好几层瀑布，最大的瀑布是卧龙瀑，还有卧龙湖。有水车，非常好的田园风光。山上还有个观景台。入夜将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。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设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这里是个瀑布群，化作
春你呵护着我。千千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片片芳菲如水。这里有非常好看的大草坪和一些乐园。花色落入凡尘，伤心着我。深夜一度情劫难了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这个天河潭面积很大，有很多条线路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线路。而且这里有很多综合性的旅游设施。这是门口的天星湖，据说晚上这里还有非常漂亮的水秀喷泉表演，不过近期这些表演暂停。这里甚至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旅游小镇，各种设施都有，也算是个适合合家欢的地方吧。一天玩下来，总体对天河潭的感觉就是非常值得来玩。如果有机会来贵阳，可以到这里看一看。这里是贵州平塘的掌埠风景区，这里自然环境非常优美，有奇山奇水奇石奇洞奇竹奇树奇鱼七奇景观。尤其是这里有一个5个字的藏字石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今天一起来游览一下这个藏在山中的美丽风景区。今天从天眼小镇前往掌埠，经过了平塘特大桥，这里被称为天空之桥。当天住在了掌埠景区门口的酒店，80块钱一晚。清早起来，这里空气非常的好，云雾缭绕的。桥边看到2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妹妹在唱歌，于是上前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水清清，唱首山歌一样，迎客人来，祝愿贵客生呀身体好，好生好生好呀，好心情来。原来他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导游，到前面的风雨廊桥看一看。早晨这里的风景非常美，准备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。我就在这里等你跨上月海，踏着日夜来。我就在这里望尽天涯风雨也不改。现在准备进景区游览，请了这位布依族的小妹妹做我的导游。我是景区的布依导游，我叫安妮。今天的职责呢，就带领老师游览我们掌埠景区。那么现在我用布依族的最高礼仪迎接您的到来，唱首布依山歌。在手不与安的苏来，你姐姐你在手安你的苏来，安的苏单边都真来，安的苏单边都有来。刚才所唱的这是一首布依山歌，但是只唱了这首歌的前面4句。我们要唱完一首歌呢，可能走完整个景区回来也没有唱完一首歌哦，因为以唱代说嘛。我们以前的话，对唱山歌要唱3天3夜不。现在走在的是景区外的小村庄，需要走几百米才到景区真正的门口。现在这掌
这景区为什么叫掌埠啊？其实呢，掌是布依语，翻译成汉语是水和江流的意思。埠就是布依族，掌埠合起来是住在水边的布依人家。哦，住在水边的布依人家。那小村寨呢叫浪马寨，这也是我们目前景区里面唯一做农家乐的村寨。还挺漂亮的。现在走到了景区的入口。你好。你好。又碰到了这个小妹妹。点菜就可以了。谢谢。这个掌埠风景区是国家4A 景区，也是以峡谷为主的景区。整个峡谷的长度是6公里。这是板蓝根啊。这就是板蓝根地。田中无闲草。对，处处是仙药。处处是。太多种了，然后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岩石呢，其实在咱们贵州的南方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地形地貌常见的岩石，叫做石灰岩哈。感觉这里的导游知识储备还真的不少。所以说它也叫它浪马滩。哦，浪马滩呢，浪马滩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它响廊滩，因为布依族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方式叫做浪少啊，浪少。这个浪马河的水也非常绿。歌乡里有门来，浪里马嘞，狮子里丢进美地里家嘞。听导游说，他们一路上要唱4段山歌，歌声确实非常的好听。这些岩石呢，它一般的话都是2种不同的岩石融为一体。因为下着雨，所以颜色呢基本上都融在一起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颗岩石上的堆积结合形成的是像双层对的鸳鸯。但是我们当地老百姓呢都说它是1983年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从哪里下到了后山。上面那个石头吗？上面这块口翻起来的，所以呢认为它有灵气，金会飘着叫飘来石。感觉请个导游是正确的，一路听了很多的知识。还能帮我拍拍照。这片峡谷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和奇峰怪石，水也非常的绿。小鱼其实如果它就是我们仔细看的话，根本就看不出河里面有鱼。说它是藤呢，它又像竹；说它是竹嘛，它就是藤竹。其实它是属于河本科。藤竹。对，藤竹，最长的有10几米长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移植是养不活的。不能移植。对，不能移植，这是我们的长寿泉。在咱们平常有个春茶第1回的品茶会，第1届品茶会就在这里取的长寿泉水泡的茶。这里的岩石是最有特色的，很多岩石上还可以找到化石和各种图案。这些就有化石的遗迹。这是岩石的长，那么为什么2种呢？这2个岩石的长相各有不同。其实呢，是因为它在形成的时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接触面不一样，所以形成的形状就不一样了。石缝里面叫。我觉得上面这几个像。这些呢，它是从这个地质角度来看啊，这些它是钙化，特别像犀牛。所以像犀牛的这块呢，因为它的接触面与空气与二氧化碳的接触是一个。继续往前走，还能够看到很多地质奇观。就是那个钙化近距离的来接触就在这里，这里呢是它的夹缝。其实我来掌埠是想来看这里的天书的，一块2亿多年前的巨石上天然形成的景色。地表上这么大规模的，然后它结晶体这么好的，基本上是没有的，这也是仅有的。通过导游一路上对这些石头的讲解，才知道了天书形成的原因。终于前面就是这里的7奇之首奇石了。以前这里被称为天书，很多人来掌埠就是为了看它一眼。这里已经被保护了起来。但是因为这里是一条小路，走过去，然后仔细看这个断裂的巨大岩石上，天然形成了几个大字。发现这形像字的，
我请了中国科学院为权威专家到这来实地考察。那么专家们最终给出的结果是中国共产5个字呢，它是由古生物化石站推挤而成的。它的形成的时间呢，大约在2.7亿年前的古生代。凸起都是化石、珊瑚哈。对，都是珊瑚。这块神秘天成的石头，游客给它起了藏字石、太阳石、神石、天书等很多名称。大家能通过视频看到，非常幸运。实在是罕见奇观，国之瑰宝，非常具有科学考察和鉴赏价值。掌埠景区可以说是步步是景，前面是观鱼塘，好几条，刚刚我先来的时候有4条还是5条，现在哇，这个水潭中藏着好几条巨大的鱼。真够大的。现在准备过河，看景色多美。远处的山像雄狮，这个地方叫雄狮护堡。那一块天书就在雄狮的下面。一潭碧水，一个石头上长了一片树林。对，石上园林。准备从这里登山，山上有一个溶洞。山区溶洞。这小土座呢，就是藤菊峡了。啊。河的两边有很多的藤竹。天树苦那苦这个就是10大功劳啊，叫什？我们当地叫土黄莲。土黄莲。对。是茯苓是吗？对。我们当地叫老百姓叫青冈藤。这里的空气非常好，但是就是有很多蚊虫。下面就是溶洞的洞口了。躲冰洞是吧？对，我们这个溶洞呢是附近村民用来躲土匪的地方，所以呢叫它躲冰洞。那为什么叫悬灵洞呢？是因为洞内的一些钟乳石，还有地上的钙化物质呢形象朵朵小苗得名的。这溶洞分3层，总长呢是500多米，深150米。我们现在走在最顶层，这一层呢是古地下河通道，时代比较久了，所以这洞内的钟乳石发育得非常的完好。这个导游真的是尽职尽责。这个溶洞里有的地方非常狭小，不大，但是景观呢也是比较紧致的。奇观呢应该在地面上的这些边石坝，看到吗？这一层一层的，这些边石坝呢也是我们贵州喀斯特溶洞特有的地质现象。这是所有人工做不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景观。如果说是人为做的，它不可能做出这种效果。因为我们把这个光一开的话呢，整体的景观又影响。哪个是定海神？中间这个。对。那可以听到滴答滴答的滴水声哈。那么说明咱们这溶洞还是非常年轻的，因为有水呢，它的钟乳石才能生长。水往下滴，水中的碳酸钙会沉积在下面，慢慢的往上涨，才能看到它的这种很美的、很精致的这种纹路。边石坝，小小的边石坝，小的溶洞，但是它的景观是石花了。那上面呢？上面这边的话，感觉就是溶洞里面它的水呀，从上面有水往下滴，然后水把岩石给腐蚀了、风化了，然后碳酸钙又顺水慢慢的滴下来，然后就长成了现在所看到的这些，就像我们说的窗帘的那个一样，那个帘幔一样的，因为它底下还有个洞，洞中有洞，
所以一般进入洞老年人是进不来的。对，通过导游的讲解，这个洞还是很有意思的。前面就是洞口了，从洞口出去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掌布景区逛起来不是很累，一路上的自然景观还是比较迷人的，尤其是独特的地质奇观天书令人惊叹。非常感谢这2位穿着贵族服装的小妹妹，对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你是遥遥的路，深夜到屋里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，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照拂的梦，君居不见的一生与你相拥。这里是贵州平塘的假茶瀑布。今天开始在贵州的平塘做一次探秘之旅，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旅行视频多了解一下美丽的平塘。今天离开了荔波，前往平塘。一下景色漂亮。哇，你这个手机滤镜。平塘在贵州的南部，这里比较著名的有3大景区。今天首先来到了假茶风景区。假茶景区是集瀑布、竹溪、沙滩、峡谷、洞河、水上森林为一体的贵州唯一的亚热带雨林景区。这里享有假茶风光赛桂林的美誉。一起跟我来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地方。今天虽然有点阴天，但是并不影响这里美丽的景色。景区不算很大，现在先去假茶瀑布。假茶景区现在门票是半价25元，从停车场走到这个瀑布也就10分钟的距离。现在到了瀑布，瀑布下面的水潭还可以走过去，就是这些石墩儿，估计水大的时候会淹没。小心翼翼地走到河流中间，准备拍照。这次是和平塘的一位朋友来这里旅游，他特意带了无人机，准备在这里飞一下。这个假茶瀑布有几层，宽度有几十米。现在还属于枯水期，瀑布的水量就不小了。走在石墩上看河水流动，还是有一点眼晕的。在这里飞个无人机。May it be an evening star shines down upon you. May it be when darkness falls, your heart will be true. You walk alone. 很多人甚至觉得这个假茶瀑布比黄果树的还要美。瀑布的旁边有个栈道，可以一直往上爬到瀑布的顶端。瀑布下面的水潭像一块碧玉，所以叫碧玉潭。
接下来体验一下这里的两岸十里竹溪。这里的船票每个人50块钱。看，河两岸都是茂密的竹林。很多人把这里的风景和桂林相比较，坐船确实有一点像，不过整个甲察景区还有瀑布，有沙滩，有岩洞，有水上森林。看左边这个多像沙滩，上面几棵很漂亮的树。甲察坐船游览的线路有2条，一条是去九曲18湾，另一条是开往燕子洞。我们选择了开往燕子洞方向的船，当然去燕子洞也可以从岸边徒步过去。看这边的风景多美！这边也是喀斯特地貌，前面这块沙滩和石滩就可以靠岸了。从这里需要徒步几百米。贵州的山都是很有特色的，除了一些喀斯特岩石，其他都是非常绿的山。河滩上都是被河流冲击下来的大石块，需要走过这一片乱石堆。如果徒步去燕子洞，边上就有栈道。先到这河滩上看一看。这里的水非常的绿。现在走到了旁边的徒步线路，感觉这条路上的风景还挺有特色的，都是大石块。前面已经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了。已经到了燕子洞跟前儿。这个洞高有几十米，据说有上万只燕子在里面生存。这个洞是可以穿过去的，但是现在不让过。这个观景台的位置也不错。现在还算是枯水期，水量不大。甲察每个地方的水都是非常绿的。看完了燕子洞，准备往回走去下一个景点。这里的空气真的是太好了。碧绿的潭水里有个当地的人在捕鱼。非常美的画面。准备继续坐船去吊桥那里。
这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。这个十里竹溪是非常美的水道，一直往前走还有9曲18弯。好在现在的雨不是很大。有没有觉得假茶风光赛桂林呢？拐个弯儿，看到了前面的吊桥。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吊桥，准备在这里上岸。这个桥是一个分界桥，过去就是广西了。吊桥下面是一大片沙滩，这里是很好的露营休闲地。看看这眼前的风景多美！不过这时候又下起了小雨，找个地方先躲一躲。很快雨变小了，天边出现了彩虹。彩虹哦，非常漂亮的彩虹画面，看得到吗？非常大的彩虹。这时候雨过天晴，露出了蓝天。突然觉得这里实在是太美了，准备在景区里面住一晚。景区里有不少的民宿，价格都很便宜。现在又跑到了河边去拍照，感觉很幸运，好像又发现了一个秘境之地。这里就是平塘的假茶风景区，不是桂林，胜似桂林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准备走上吊桥看一看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。多美的画面！这里就是9曲18弯，群山仙气飘飘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这么美的地方，假茶，以前竟然没有听过。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天边露出了一点晚霞。最后在这个桥上再飞一下无人机。
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